这是在日本买的中国酱油，配料表里干干净净，不含添加剂，产地中国。美国买的酱油配料表里也是很干净，不含添加剂，产地也是中国。而我们的酱油配料表里有我们很多不认识的名称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同样都是产地中国，为什么会有不同之处？后来又得知一个关键点，添加剂的食品公司巨头背后最大的股东竟然是医疗产业。添加剂、医疗产业这两者看似没有什么关联，又似乎隐藏着资本的骗局。今天呢，我用一个视频来给你说明白。萝卜快跑我放在最后，所以这个视频大家一定要看完。有人说当代年轻人已经觉醒，不再受儒家思想的荼毒，已经开始逐步转向墨家文化，提倡人定胜天，不买房、不结婚、不生孩子，来躲避资本的套路。当然如果你也是这么想你就错了，底层百姓永远都摆脱不了资本的控制。这就好比牧羊人在放羊，羊自以为自己可以随意走动，但是不知道的是，你所走的方向是牧羊人摸清你的心理和规律之后依旧给你设计好的，等待你的结果早晚是被屠杀。下面呢，我就简单举几个最浅层的例子，注意这里说的最浅层。结婚的时候大家都花1万2万甚至更多买了钻石钻戒，然后当你找到典当行想卖掉的时候，回收的价格却只有250元。这个材质的东西它本身就没有任何的价值，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就相信了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语，给年轻人洗脑整整70多年。只要有少部分人愿意去买，就可以撬动所有人，因为资本知道女人是攀比的，把原本不值钱的东西卖到很贵。资本说只需要营造一个概念，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全球所有的钻石矿产储备量加起来已经超过足足的25亿克拉，根本一点都不算稀有矿产。而买单这些钻石的人往往都是男方的父母，他们省吃俭用了半辈子，水果都不舍得买的淳朴的穷人。第二个呢，翡翠玉石，金银有价，玉无价，这是翡翠销售商联合套路旅游公司收割普通人最经典的一句话，原理是一样的，想把不值钱的东西卖到很贵，只需要一个概念，再抓住女人的心理攀比，这事基本就成了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翡翠玉石的真实价格就是珠宝店的柜台价格，再抹去一个0，然后呢再除以2.5到3.5，最后得出的价格对于商家来说也是暴利的。然而这些还是最浅层的东西，如果资本只局限于在这个层面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真是个好事。但是真相呢，它却远不止于此。比如80后和90后的身体远不如60后，并且很多类似于心脑血管病、糖尿病这些在过去50岁以上人才有的，在最近90后逐步开始年轻化。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牧羊人。牧羊人为了利益，他根本不管羊群的死活，所以我们的饮食结构也是资本给底层设计好的。我们拿美国举例，美国的麦当劳汉堡是很便宜的，但是分量又很大，这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？在资本的眼里，让他们所控制的餐饮业越发达，医疗行业它就能更繁荣。首先，美国先请明星代言拍广告，把吃快餐打造成一种非常时尚的生活方式，然后再控价，让买2个汉堡的钱只能购买1款蔬菜，这样就让普通的人没得选择。但是资本在做这件事之前，早就有一份惊人的数据报告，大量饮食这种汉堡薯条的快餐，超过肝脏的处理能力时，就会被转化成脂肪。美国的肥胖率从1962年的13%涨到如今的42.4%。资本想要的呢，就是穷人越穷越胖，越胖越不健康，越不健康就越穷，越穷就越没得选择，最后让医院再收割大量的钱。然而我们对美国过去的这种方式可以说模仿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中医为什么被打压？中医是治胃病先预防，而西医呢正好相反，所以在我们这里安乐针也是不被允许的。所以你以为当代年轻人都在觉醒，那是当代人的思维衡量古代的裕民之术，而真正的裕民之术早就更新到普通人的思维的前几十年了。你想到的资本它早就不玩了。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当下的一个热点，就是无人驾驶。最近萝卜快跑它火速出圈，但背后几个真相我不说你可能真的不知道。第一个呢，所谓的价格便宜不过是请君入瓮的第一招。不信你看这张图，7公里的路程表面上只花了4.99元，但是注意这行小字，已优惠了36.61元。什么意思呢？只要优惠期一过，7公里的路程照收41块，你还觉得便宜吗？我们可以算笔账按照现在的优惠的价格算。假设1单5元，一天20单才100块钱的收入，但成本呢，一天的电费就需要100块，再加上100块钱的折旧和30块钱的人力成本，一天不到240元的营收，萝卜快跑就不可能收支平衡。但是资本的算盘其实已经算得很明显了，连续补贴只要做上半年，滴滴车主们就会被耗死，没人开了，他们再悄悄涨价，然后再垄断市场，资本拿出几10个亿先亏损，很轻松。但是滴滴车主呢，很多都是养家糊口的劳动人民，让他们拿出几万来耗，那都是要出人命的。还有滴滴车主赚的钱最终都会流入到菜市场，会流入到家庭开销。
如果一旦让无人驾驶垄断市场，那就只有这背后的资本利益，然后价格呢还会比现在的滴滴还要贵，让打车出行的人也增加了成本，受害者是滴滴车主和打车的普通人，而盈利的只有少数的资本，这样下来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。而有人会说了，滴滴它没有那么好被打倒，这么多年了，人家也积攒了很多资本，绝对有力做抗衡的。但是如果滴滴和萝卜背后的控制人强强联合呢，我相信他们是很愿意的。第一点呢，很轻松的他们就能赚到巨资；第二点呢，节省了很大一笔的补贴成本；第三点呢，同时还缩短了垄断的时间。如果你视频能听到这里，换位思考，你也是很愿意做这件事的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受害者都是普通人。因为资本的利益来源就是底层人民的无知和错误的观念，穷的人越来越穷，富的人越来越富，这就是古代统治阶级和今天资本实现的共同目标。说到这里啊，就给大家普及一段历史。2300多年前，百家争鸣，在先秦的中国还处于春秋战国的时期，也就是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段时间里，同时出现了很多文化思想，也就是历史上的一次新文化运动——诸子百家。这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儒家的孔子、道家的老子、墨家的墨子、阴阳家、纵横家等等众多学派。他们分别提出了治国理念和思想，也正是因为这次新文化运动的出现，影响了2000多年后每一个中国人的三观、行为和思考方式。而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资本的骗局奶头乐就是传承汉代董仲舒的新儒学。因为从战国到汉代，统治者发现儒家文化可以最大的实现护卫皇权、贵族利益，保护了血缘宗亲，拉开贫富差距，实现了育民的最好的方法。所以儒家呢，它就成为了盛世，走进了教科书。墨家那么强悍，他的思想没有得到君王的重用，后来就在历史中神秘消失。道家一直都很神秘，但是《道德经》中经常提到的无为不争、与善人、言善信的这些类似于儒家的观点，又让我们看不懂老子向后世表达的真正意思到底是什么。直到1973年马王堆汉墓的出土，马王堆啊是一座道家的宝库，它不仅有着道家失传的技术和思想，还有着汉代的资本骗局。从这些出土的帛书中，专家发现了老子5000言的内容，也就是《道德经》。而汉墓中出土的帛书《道德经》居然和我们今天的《道德经》有很多不同之处，其中有700多处关键的内容被后人篡改了。我们读了数千年的传世宝藏《道德经》，它居然是假的。而马王堆出土的却是《德道经》，德在前，道在后。德是人的修为，道是自然的规律，虽然只是顺序不同，但是意思呢，同样也是天差地别。德在前是更注重人的修为，其次要符合天道自然的规律，而道在前是更注重天道和规律，其次是人的修为。说白了，这一个是主动，一个是被动，而篡改的内容更加的惊奇。比如《道德经》中说大器晚成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大器免成。原来老子的意愿、坚持、福报、大器晚成这种心灵鸡汤完全不一样。我们的书中还写着曲则全，枉则直，而帛书上写着曲则进，枉则定。原来老子啊，他也不是想让我们委曲求全，而是想让我们勇敢的面对。想让我们委曲求全的是篡改《道德经》的统治者。我们的书上还写着与善人，言善信，而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上写着于善信。无论是读老子的道还是庄子的道，我们都会发现他们最烦的就是仁义。说庄子啊，说仁义都是鬼话，是把圣人故意大道掩盖之后拿出来编造人的东西。而奇怪的是呢，为什么《道德经》上又说与善人，言善信呢？这不就是和庄子的观点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吗？读了2000多年，我们都没有整明白。结果帛书出土之后啊，我们才发现，原来这里说的于善信呢，整句话的意思和原来的仁义基本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再比如啊，我们的书上写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而帛书上写上善治水，水利万物而有敬。原来老子的意思啊，根本就是和不争、逃避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帛书《道德经》和现代版的区别很大，几乎每一章每一句都不一样。而《道德经》之所以被篡改，是历代君王和今天的资本为了实现共同目的，固化民众思想。他不希望普通人都能拥有大智慧，而是用儒家思想来育民、愚民。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什么呢？人要分等级，构建等级社会，士农工商，男尊女卑，然后再提出君子以固穷，贫穷要安贫乐道，提倡信命。贫苦百姓家的孩子出生永远都不要想着翻身，包括你的祖孙3代，世世代代都是贫苦百姓。而贵族永远都是贵族，然后呢，再篡改《道德经》，让底层人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，贫穷是与生俱来的天道，服从是做人不争的大道，这才是一个1000年的历史骗局最底层的驱动力。自从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道家的真相，公开了道家失传的思想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真正的文化是强悍的。但很遗憾的是，我们2000多年来学习的是被篡改，所以帛书的老子5000言，专家坚持一定要出版，但是名字呢，唯独还要叫做《道德经》，因为谁也不想打破这长久以来的固有思想。但是内容啊，都是马王堆出土的真正内容，不仅印刷很好，内容很全。
最主要的是每一页都有篡改前后的对比，还有翻译。这本帛书啊，建议大家一定要收藏一本。